大家好！最近我新喜欢上的大马人 YouTuber 叫老周恒梅，做了2期关于奥运会的节目，讲在中国国家成就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以及举国体制下中国的奥运策略。那么身为在大马的中国人，我不得不就会作为补充也好，作为好奇也好，在考虑大马历史上有申办过奥运会吗？未来他还会要去想申办奥运会吗？在过往的主办国当中，谁最烧包，谁最精明，谁又最大胆呢？为此小光头我和王老师、Reborn 哥、威廉，我们4个人组成最强的研究4人组，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就这个图呈现给你。这张图我们先按下不表。大马对于申办奥运会可以用9个字来总结，那就是有想法、没实施、很聪明。其实大马和奥运会的情缘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把时光拉回到2000年初，刚刚步入千禧年，大马也经历了97、98亚洲金融风暴。第一阶段就是初步设想。2000年初，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对申办奥运会表现出了兴趣，他也让国家开始对申奥这个事情进行评估。2004年，马来西亚奥委会主席首次提出2016或2020年申办奥运会的想法，但这个提议呢，一旦提出，在国内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于是，马来西亚进入漫长的第2个阶段，就是谨慎的评估。在这个阶段当中，对于是否联合申办2024、2028、2032年申办都不停地被提出，但是呢，由于财政的压力，基础建设工程和投入巨大，始终没有向 IOC 国际奥委会组织正式提交过申办奥运会这个事项。而进入2017年呢，可以说大马进入了第3个阶段，重新定位。关于奥运会最后的信息，恐怕就是2017年6月，时任的青体部长凯里说，大马可能20年或30年内再去提奥运会。而大马呢，也很聪明的把他的策略转了一个方向。这就好比说，一个出身贫寒的毛头小伙，却想要嫁入豪门千金，其实并不现实。那么大马又是如何进行聪明的调整？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爱人呢？请听下去吧。我们再回到王老师、威廉、Reborn 哥和我小光头共同研究的这张图表。要回答大马是否会申办奥运会，其实只要回答2个问题，那就是奥运会要花多少钱，咱们有多少钱呢？第2个问题是，这样花钱是否值得呢？也就是回答 Can you 和 Will you 这2个问题就行了。花开2朵，各表一枝，我们分别来看。奥运会要花多少钱呢？网上流传着一张表格，初看之下，1984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只花走了5.5亿美元，而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花了400亿美元，这差距也太巨大了吧？没错，这就要拿出我们4人研究团队的这张图表了。这里圆圈在左右的位置不需要关心，而圆圈在上下的位置就代表奥运花费的多少。圆圈大小本身是国家 GDP 的大小，你看中国是否在很高的位置？不过你可能会说，2008年的1美元不等于2024年的1美元，现在的钱可是已经被通胀了很多呀。没有错。于是呢，我借助 AI 把所有奥运会当时花费的美元重新折算到2024年相当于多少，我们再来逆序排布看一看。花费第1的还是北京，08年的北京奥运会400亿相当于现在的641.88亿那么排为末尾的还是1984的美国奥运会，是只花了17.8亿美元。倒数第2还是美国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41亿美元。倒数第3 76年的加拿大
全部从2024年的调整后的美元花费，我们做成折线图来看，即便时间在流动，奥运会的花费并不总是一路向上狂奔的。由此你还是会看到北京就像是一个异常点处在那里因此我们把最烧包奖颁发给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个是实至名归恭喜！不过如果有心的话，你可能会这样来辩驳：北京花的是多呀，可是当时它的 GDP 也很高呀，在所有的这些国家当中来看，好像是这样吧？好比说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她是买了几个铂金包包，可她有钱呢，她花钱还不行吗？回到2008年，北京当时的 GDP 相当于4.6万亿美元那么花在奥运会上的钱相当于 GDP 的 0.87%， 虽然是高，但是说的没错，不是最高的。以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排名第一的就是希腊了，它花了 4.75% 的钱在奥运会上，排名第二也是西班牙 1.54%， 排名第三韩国 1.53%， 北京只能排到1976年以来的第5名，好像还是一般般吧，只是洒水，对不对？而且北京当时你可能猜不到，在环保上面400亿美元里面就有120亿投入在这个上面，什么工厂搬迁啦，环保设施的增加啦，整个环保的治理现在偶尔能看到的蓝天白云都是得益于2008年这120亿美元，安保支出又占掉60亿。那希腊又是怎么回事呢？恰逢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希腊呢为此多花去当时的10亿美元用于安保投入，再加上各种设施的建筑工期时拖延多付出了很多延误的费用，并且呢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新建了很多的场馆设施，使得希腊的花费就超标了，它的借款也是很多。恰逢之后的2008年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一下子把希腊整趴下了，怕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元气。怎么说呢？再回到4人团队的这张表上吧，你有没有看到希腊花费不是最高，这个中不溜秋的圆圈在最的右侧，它在横轴就代表了他们当时奥运会的花费所占 GDP 的比例，希腊以 4.75% 遥遥领先，所以勉为其难，我们就把最大胆奖颁发给希腊吧，您就只能担待着。很重要现在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奥运会它要花出去多少钱，这是一个 can you 硬实力的问题。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转头来看一看 will you 它事关花钱的意愿和态度。首先我就很好奇，在奥运的历史上，短期能否盈利呢？很可惜在奥运的历史上，要短期盈利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还真有，那就是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美国的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已经建设良好，对预算的控制非常严格，并且撬动和带动了民间以及许多私人团体的投资。并且它的转播和商业项目运转也很良好，实现了短期盈利。你看这个奥运的最精明奖不得不颁发给美国，他们呢真的是 GDP 又高，奥运花费又小，占 GDP 的比例还比较低，你说它是否很精明呢？而除了短期中期能够实现很好效果的，隶属下来恐怕也只有1992年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它借助奥运会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吸引了许多旅游业的增长和国际的投资。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呢，也是一个典范，除了对预算的管理非常良好，它也获得了广泛的商业赞助，并进行合理的预算管理。也就这一些案例了。那么这位千金大小姐这么难追要追她总是亏钱，大马还有兴趣吗？显然是有的。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咱们就讲过，2000年初开始大马就有了追这位大小姐的意愿，只不过过程中呢一直在重新评估和调整。
在1998年的时候吉隆坡就举办过 Commonwealth Games， 也就是英联邦的共运会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报告但是大家预计前后花费在2亿马币，当时1美元相当于 3.8 马币。马来西亚当时的 GDP 呢是72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当时为了这场共运会已经花出去1/1000的钱，虽然不少但可以看出也算是理性。沿着这一路大马举办运动会的思路，好像我们是可以看到发生小小的变化。比如呢，在2017年举办的 SEA 东南亚运动会花费7亿马币，相当于2024年的 1.93 亿美元。2006年大马举办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它折算到2024年相当于 0.55 亿美元。10年的羽球锦标赛相当于现在的 0.18 亿美元。至于08年的联合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这些花费就比较少了。所以我要说大马是很聪明，因为他花钱的方式是谨慎的，他没有去实施奥运会，看起来至少是非常的省钱的。如果大马现在还在追逐奥运会的话，那么从2000年以后，即便去除北京奥运会，每一届奥运的平均花销也要达到144亿美元。以2024年大马可能实现的 GDP 比起来，差不多要花出去 3.8%， 这不就要变希腊吗？要变这位最大胆的奥运选手了吗？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这9个字，大马对奥运会是有想法没实施，很聪明，体现在哪里？不过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政客总有一些声音会发出来，这就让人会担心大马有可能还是会耗费巨资举办奥运会，其中就有一个决定因素，奥运的花费很高，我们的意愿变得犹豫不前。对花钱来说是好事是谨慎可是如果我们找其他人联合办奥运，会变怎样呢？我说过这里面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由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龙兴高铁。因为大马原先打算举办2020、2024、2028奥运会的时候，都提出过是否就和新加坡联合举办。为了联合举办，他们就捆绑了这条龙兴高铁。说到龙兴高铁它是2013年2月马来西亚当时的首相纳吉提出来，要在2026年，也就是本来打算在2年后可以完工的这么一条90分钟就可以从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当时的估价达到1100亿马币，你没有听错1100亿马币。这个项目呢，到2018年被马哈蒂尔拍下来了，说项目花费太高要暂停。后来呢，说重新评估，等到2020年呢，又再次被延误，直到2024年1月，好像出现一些转机，有7个本地和国际的财团重新提交方案。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交通部长陆兆福在2024年7月说，这个事情年底会拍板，有可能它的造价仍旧高达1000亿马币。不过现在已经是 inflation 之后的1100亿了。顺便呢，我们还去调研了一下造价的合理性，只是初步的供参考。60年代日本的东京大阪新干线每公里的造价是2700万美元，那是当时的价格。北京上海的高铁每公里的造价是250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的高铁项目呢，每公里造价6500万美元。那吉隆坡到新加坡的这个造价每公里呢，也差不多是6900万美元。要说夸张呢，英国的 H2S 高铁项目每公里造价要高达2亿美元。当然这中间涉及到某些部分，比如新加坡的拆迁费用会比较高，整个工期当中遇到的地理面貌，它的项目的执行难度、可靠性都会影响造价，我们也就不多评论了。
那大马有没有可能撇开吉隆坡，让柔佛和新加坡去举办奥运会呢？这是我开的脑洞啊！我们4人团队进行了讨论，也结合一些网上的意见，发现如果放在柔佛，虽然有地理的优势，柔佛有发展潜力，它也会带来很好的成本效益，并且柔佛比较少，再会产生拥堵。可是呢，柔佛也缺乏相应的办奥运的种种人才。它在国际知名度和基础建设的完整度上，酒店的容量、公共交通也都会形成问题啊，这个就是未知的解了。从大马历来申请的思路来看呢，顶多还是让吉隆坡和新加坡一起去办，他们是否会把举办奥运会和这条龙兴高铁绑定在一起呢，并不可知。但我的感觉，这2件事情只会做一件。如果投入这么多钱在龙兴高铁上我觉得大概率就不太可能再去办奥运，这样的花费也太高了一点。而且呢，我们注意到一个好玩的事情，那就是刚才提到过的 Commonwealth Games 这个共运会，98年大马已经办过了呀。最近澳大利亚办了一半，说我们恐怕2026年那个办不下去了，项目的预算已经规划高达了51个亿的美元。即便这个组织说会给一些英镑，到大马也说 sorry 我不要，这个你不要给到我，咱们以前办过了，拒绝了他们抛来的转交大马举办2026年共运会的这个橄榄枝，转而呢，大马宣布会在2027年再举办冬运会。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聪明的，办一个可以够得上的目标区域性的运动会，岂不更适合自己吗？千金大小姐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大家实惠在一起，互相思想激荡，可以一起过日子的，那才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嘛。再说了，体育运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全民的体育素质，增强部分的国际影响力。我相信大马可以做到，让我们为大马点赞，也希望您享受体育带给我们的乐趣。